开推的零食好吃吗？挺好吃的，都很好吃。我那天给我兴奋的，打了鸡血似的，到了现场就这样的，看到，比如看到张凌赫，小杀手，今天我会盯紧你的啊。有人说宁哥啊，你那个开始推理吧，怎么每一期都有身份？是啊，我现在播了4期，几期？1、2、3、4期是吧？4期，然后有3期侦探，1期小杀手嘛，3期侦探啊，侦探再加 X，3期连弄 X， 我都懵了，蒙圈了，我直接蒙圈了啊，我直接就是蒙圈了，就是咋说呢，就是一开局就知道凶手是谁，然后你说就是反正就是前3期游戏体验感极差。啊，游戏体验感极差，但是我是开心的，因为啥呢？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就像我说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就是一个 TMD 的负担，啊，甜蜜的啊，没有了，因为是我第1集，我觉得为啥节目组前3期安排我当侦探呢？其实侦探呢，他最开始他需要一些，梳理案件、梳理剧情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东西在里边。他为什么连续3期的故事是让我来当侦探？包括我搭档的侦探都是算是老玩家嘛，因为他是节目组有一些，因为毕竟有新玩家，就是你知道吧，还是得让我，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信任，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他对我来说是一个信任，就是他希望我能够，就是我来做这个，起码这个流程能走下去嘛，因为他不知道，因为我们参加过第1季，算是有点经验了，啊，是这样的，然后后期就有他们当侦探了，啊，那后期是他们的事儿，但前期呢，就是让我去，就是可能是我在里边，就是这几个人相对来说，稍微就是靠谱一点吧，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我自己就是躺在床上想不明白的时候，就这么的安慰自己。当然录节目是这样的，我有几期我状态也不太好啊。你看我哪期话少，就是那期我状态不太好，因为因为那个啥，就是有的时候比较累，然后去录节目的时候状态就不太好，脑子也转不过来啊，所以有的时候状态不太好。然后开推真的很好看，是挺好看的，这一期也录的也挺开心的啊，但是已经录完了，然后那个，所以没事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这个开始推理吧，啊，这一期也挺有意思的，然后大家伙也慢慢熟了，几个嘉宾慢慢也熟了，然后就可能会更放松一些，玩得更开一些，啊。昼夜只在交替的书中，我激动的心开始期待。开推你当了几次小杀手？我不记得了啊，所以我也不能剧透。但是我已经有4期有身份了，我连续4期都知道凶手是谁，就是反正就是体验感差了一些。然后呢，你知道就是人啊就是这样的。我记录开推的时候，第1期，我说那个什么，我说那个第1期我不侦探嘛。而且我又被选了 X 了，我就说，然后录完之后，我就跟我的 PD 说，我说，哎，今天呢，开心是挺开心的，但是没有体验感，就没有那种破案那种惊心动魄的体验感，就在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中，找寻真相的那个体验感就差了一些，啊，但是朋友们，我跟你讲一个逻辑啊，录制逻辑啊，录制里呢。我作为 X， 我确实知道杀手是谁，我确实知道凶手是谁啊！我作为 X， 但是你不知道整个故事是什么，这个是一定的啊，就是整个故事和案件的手法，包括所有的时间线，
包括所有人物关系，这个是不知道的，这个是开不了天眼的。你只是知道谁是凶手而已，你只知道凶手是谁而已，其他的作案手法、动机，然后流程全部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些体验感的。你跟着大伙一块儿，从这个一个故事的每个人的身份找到的线索连成一个故事，到最后的结局是去投出谁是这个凶手。然后呢啥呢？然后呢是这样的，对，然后反推也不是反推。其实呢，第一期录完之后，我就跟我 PD 说，我说开心是挺开心的，也挺有意思的，但是就是没有什么游戏体验感。然后呢，结果第2期我又是侦探，我又 X， 录完之后我又跟我 PD 说，哎呀，怎么又选我，真是的。我跟我 PD， 我就有一种这个浑身有劲儿使不出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明明就是感觉我开天眼玩真的就有点无聊了。就到了第3期。又开天眼，我又是 X， 我又知道谁是凶手，然后我就有点丧了。我当时我录完之后有点丧，我就觉得，真的，我本来想要来一展拳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被压抑住了。我来了，我就是要展示我自己的强烈的推理能力和我的这个智商的这个在线度，但结果我又当 X， 我得保护凶手，然后导致什么呢？导致我没法好好的推。结果第4期呢，你们也看到了，这播完了。结果后面呢，我终于有平民身份的时候了，这家伙给我开心的。今天因为提早都会告诉你你是凶手，就是我们在录制前就会告诉你今天是什么身份啊。你比如说录制前一刻会告诉你说给你看身份卡的时候就会告诉你今天是推探，你今天是平民，你没有平民，其实就是嫌疑人之一嘛，对吧？然后你要不就告诉你是小杀手。他正常都会这样的。那天终于说我抽到一天那个嫌疑人了，平民嘛，就是其实玩游戏狼人杀的平民，我终于抽到了。我那天给我兴奋的，打了鸡血似的，到了现场就这样的，比如看到张凌赫，小杀手，今天我会盯紧你的啊。你今天有点奇怪呀，张凌赫，你今天有点奇怪。我刚才 Q 你，竟然没有反驳我。过一会儿，热巴走进来了。八姐，你今天不正常啊？啊，正常。我没有精神病，我就是先小小的测试一下你，感觉你今天好像没那么可疑。过会儿白宇进来了，老白。你今天是凶手吗？是啊。别抓了，你干嘛？节目组都不敢把凶手这么重要的位置给你。今天因为来了新的朋友，你根本不可能是凶手，你不可能，你不配。过一会儿周柯宇进来了。柯宇啊，我叫你没听到的，你怎么？你现在是不是在那？你刚才在那背杀手的词儿了？你是不是在那背杀手词儿了？是不是在那背杀手的词儿？你肯定是你今天有问题，你今天有很大问题哦，你今天有很大问题哦，你小心点，我告诉你，今天宁哥会盯紧你的，你等着啊，宁哥等着。过一会儿，金靖进来了。哎，好了，今天在一块录制啊，行啊，今天你是凶手吧，金靖？他说宁哥，你为什么说我是凶手？我告诉你，因为你是一个经常录综艺的人，我告诉你。但是节目组让你来了，第一期一定给你一个身份，让你去体验一下凶手，然后这样让我们想不到节目组会用一个新来的嘉宾当凶手，绝对是这样想的。我告诉你，今天你小心点，宁哥盯着你哦。给我兴奋的那天呢，这家伙给我兴奋的，给这个，我就感觉我早上起来就打鸡血了，哐看。狂分析，那天我就最后猜错了，整了一天打鸡血似的，前面觉得自己哎呀浑身劲儿使不出来，到后面投票我投错人了，简直离谱！瞬间那天录完之后我更沮丧了，我当时自信满满。小杀手，我告诉你，今天我就锁凶就是你了。你别给我讲那些，你不要给我解释。行，我给你发言，你说你到底怎么回事？我听你辩解。然后啪，他说了一番，我啪给他反驳了。我说你说呀。他说宁哥，你认为是我就有啊？
我告诉你，你不用狡辩，你不用在这装可怜，就是你，我先投定你了，啪，投错了，这无敌了，我已经都，回去之后更沮丧，看来好像也没那么容易猜中啊，让你的想象都实现。有朋友说剧透了，没有，我说的哪一期你就你到时候你看节目你就知道我是否刚才那一段是在剧透了啊。我刚才讲的啊，其实就是一个，就是那个结果和那个人物关系是我临时编出来的，但是呢，最终你们去看你就知道我有没有剧透了。我怎么可能剧透，朋友们？满天星海多闪烁，天马行空描绘着每一次奇妙的旅程，翻越时空再下一。结果那个体验感还不如当 X， 但也没有了。其实是当平民是什么呢？你会，就是我是比较擅长那种常理之内的故事，就是我不太擅长那种就是怎么说？因为这一季我觉得我有点不擅长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这人是一个强逻辑性的人，我特别喜欢捋逻辑，但这一期有很多故事它是，就是这个叫什么？叫什么本来着？我突然就在嘴边，就是那个叫什么？叫什么本？就是在就是叫什么本来着？对变革。对，就本格，我比较就是那种像第一季基本都是本格嘛，没有那种像无限循环呐、穿越时空啊，或者是外星人呐、或者没有这种东西，它都是在伦理正常的那个本格里边的。但这一次呢，它是有一些什么无限循环，什么就重复啊、双胞胎穿越，它就有这种东西。变革本，对的，在这种剧本里，其实我不是特别擅长，因为我是可以开脑洞的，但是我太讲逻辑了，我这人特别讲逻辑。所以这一季的故事我其实没那么的擅长，传说中人与为爱又化作朋。不是，有朋友说无限流，我当然能想到了，但是我不敢，就这样的东西，就是你就不敢去确定它一定是这个了，你懂吧？它的变数就会更多啊！你觉得它是无限流，可能它不是呢。但是如果它是本格本，你就不用想思考无限流的这个方向，你就要想它的这个心理动机和作案手法和证据这些东西，就讲证据就完事了。是这样的。对，所以那个无限流那个一旦不是无限流呢，对吧？是这么有逻辑。开推零食好吃吗？挺好吃的，都很好吃。能不能让我在微博，我叫摩登兄弟刘玉宁，下一次直播我带你研究。